好消息！怎么了？苏朗有救了，这琉璃宝珠失而复得，陆大人的冤案也平冤昭雪了。现在陆大人还有李少爷都在帮苏朗求情说话。苏朗现在死罪已免，虽然刑期还没有定下来，可这人总算是救下来了。这或许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苏老，你也就放心了。今日陆某前来，实则为叔父向各位代谢。若不是各位，叔父恐难有转机。谢谢各位。应该的，我们这次是互相帮助了。圣上已知琉璃宝珠一案错综复杂，已命大理寺介入，早日查明真相，弄清冤伪。哎，李仵作，这尸检有结果了吗？根据此尸骨、腿骨、脊骨长度，可以推算出此人生前6尺左右，而且骨骼粗壮，胸廓宽阔，身材魁梧。根据记录，秦捕快生前有脱臼，再加上身边有香囊，因此可以推算，此尸骨就是秦瑞的尸骸。那能否查出他的致命伤在哪里？后脑有重物敲击的痕迹，这么多年还很明显，应该就是致命伤。还有胸前肋骨折断，应该是死后被人铲断的肋骨。死后被人铲断？真的糊涂啊！当年我为什么没有查到这一点呢？那就说明秦家那场大火里面的5具焦尸，其中有1具并非是秦捕头，而是另有其人。那这样看来，这场大火并非自然之火，说不定是有人故意纵火。这还有1具尸体呢。观此尸骨，指尖部分颇有异常，常人5指长短分明，形态各异，但此尸骨食指与中指等长，其指尖骨已然磨平，这并非常态。听闻江湖大盗为了窃取手法变得快捷，会练习一种特殊的手法，久而久之，他食指和中指会因为这种手法而变得等长与磨平，所以因此可以推断，此尸骨极有可能就是江湖大盗之身。哼，那说来说去就是为了夹包方面呗，这帮做贼的。不过这就说得通了，这具尸体应该就是墨押江湖上的大哥叶宵。来了。陆员外，坐。按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琉璃宝珠失窃，叶宵被杀之后，凶手却没有拿走琉璃宝珠，可见这幕后之人，他目的根本不是为了琉璃宝珠，而是为了你叔父。对啊，如果陆员外倒台的话，那谁才是最得利者？我叔父一生品行高洁，与人为善，备受敬重。若论树敌最深、风波骤起之时，当属阿兰迪坍塌一案。当时灾祸突发，哀嚎遍野，我叔父肩负调度灾款之重任，亲赴现场，当众直言，此堤坝才修1年之久，便轰然坍塌，绝非天灾所致，定有人为疏失，贪墨渎职。此言一出，如同千层浪，从此便留下诸多祸根。是啊，那场灾祸发生的时候，你们都尚且年幼，可我是记忆犹新呐。当时死了不少的百姓。这建筑工作由工部管辖，我叔父怀疑工部尚书元丰中饱私囊，通过偷工减料等手段谋取自身利益。元丰，我叔父放言过，要彻查此人。哎，此话可不能随便乱讲啊！啊，工部尚书掌管全国重大工程设计、建造，
要是做些手脚的话，也并非不可能。现在想来，琉璃宝珠失窃一案，就像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。我叔父莫名被卷入其中，深陷泥沼。随着他入狱，安澜帝一案就像被冰霜速冻，各方势力默契晋升，彻查之路也瞬间被阻。这元丰啊，乃是朝中的3品大员，在朝中势力那可不容小觑啊。这若真是他犯的案，那要查此案，可真是困难重重啊。我一直还有个疑问，我记得墨丫曾说，叶宵带着琉璃宝珠去见委托人。那秦捕头的尸骨和叶宵的尸骨埋在一起，难不成秦捕头是元丰的爪牙？秦捕头一生光明磊落，他断不会做出这种监守自盗的事来。苏老，我只是猜测罢了。秦捕头当年兴许只是找到了琉璃宝珠失窃的线索，才导致被灭口，连同全家被害。苏老，您跟秦捕头断案无数，我要把你们所破案子的所有卷宗再查一遍。尚书大人，打听到了，觉明只是普通的不良人，帮衙门破过好几桩大案。倒是有点能耐。你看那再好看的花儿，如果长在不该长的地方，就得连根拔掉。属下知道该怎么做。若想知真相，城北秦宅。陆员外，陆员外，薛总了，李大小姐，如此慌张是有何事啊？张明府，觉明绝不会是杀害陆员外的凶手，这其中定有隐情，定是有奸人陷害。就在刚刚，衙门接到报案，城北秦宅内发现一起凶案。捕快赶到时，当场发现被害人尸体，
且在场只有觉明一人坐在被害人的身旁，手持带血的匕首。经验明，觉明手中的匕首正是杀死被害人的凶器，刀形与伤口完全吻合。你说，他不是嫌犯，谁是嫌犯？是何人报案？如果还有报案时间，觉明作为嫌犯，他为何不立刻逃走，非要在原地等待捕快赶至？你说的这些，本官自会考虑，但在没有解除觉明的嫌疑之前，暂不能放他走。赵明府，李大小姐，本官被调至本地当县令，一来便听说了你们几个人的事迹，识破了不少奇案，甚至找到了当年朝廷丢失已久的琉璃宝珠。可细看你身边的几个人，苏玉安因作伪证而被革职，苏朗因杀人而入狱，仅剩下觉明一人也涉嫌今晚的凶案。朝夕相处的同僚就在身边，你敢拍着胸脯保证说，你把他们看透了吗？觉明兄，你怎么穿着这个衣服？你犯什么罪了？不对呀，今早我爹来找我，说你们一起找到了朝廷丢失的琉璃宝珠，立了大功。陆员外他上书朝廷，恳请刑部对我重新量刑呢。陆员外，他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谁杀的？他们怀疑是我。死者物证俱在，你身上还有受害人的血迹，我看你就是凶手吧。带走，走。既然如此，你看到打晕你的人是谁了吗？案发现场就我一个人，这么看来，确实是我的嫌疑最大。对了，你是收到了信条才赶往的城北秦宅，那我们只要找到信条，我既是中了计谋，就是他们精心谋划好的。我被打晕的时候，应该已经取走了信条。我想，他们也已经在我家取走了飞镖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依春和念夏2个孩子。我希望凶手去我家取走飞镖的时候，不要伤害他们。觉明，我已经通知我爹了。觉明，觉明，爹，阿老，受苦了。依春、念夏还好吗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把他俩接到府内了，不会有危险的。多谢。虽然现在我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你是清白的，但是他们也不能够证明你就是凶犯。我会努力的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仔细想想，有没有遗漏什么细节？金兰、苏老，我门外的飞镖还有我书桌上的卷宗，可还在？
飞镖没有了，书桌上的卷宗也没有。小孩睡得太死了，他们说没有感受到任何动静。哎，大人来了。爹，厉大人，你们都来了。把门打开。是。苏老，觉明，爹，你不用慌张。虽说我跟这个新任县令并不相熟，可他毕竟是我的属下。我只要要求他认真彻查此案，他定然不敢胡乱定罪。是啊，觉明，你这一定是查到上面的人了，所以他们才设局引你上钩的。这恰恰也验证了我的猜想，我的方向是对的。苏老，当年有个案子叫做牛头山幼童被拐失踪案，这案子的细节你还记得吗？我还记得，当年有个妇人来报案，说她的孩子被拐卖到临河村去了，别人拿去当孩子养了。我们就过去查，可等我们查到的时候，发现情况不是他说的那样，他的孩子确实是被人绑架了，但是在我们找到的时候，那个孩子已经憋死在麻袋里了，所以这个妇人受不了刺激，从那以后就得了癔症。只要看到和他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，他便认作是自己的孩子。哎呀，闹来闹去的。不过后来，我们还是把这个拐卖他儿子的人贩子给抓到了。这些年，我每次把孩子卖出去，不管他们干什么用，我只管拿钱。你说的那孩子，我本来遇上他就是凑巧。怎么个凑巧？那是我驾着马车从牛头山上经过，大伯，大伯！怎么了？那白捡一个！我那马车上4个孩子，唯独就他被捂死了。我也不是故意害死他的。来，指认一下，孩子从哪里下去的？你从哪里接的？看清楚了。这里。确认清楚了。这里。你是怎么死的呀？我是被人杀死的。杀死的？那疼不疼啊？可疼了，你摸，刺这么深。哦。你几岁了？7岁。虽然你很有嫌疑，但你不是真凶，因为你尚且年幼，还没有足够大的力气，刺不了这么深。况且凶器上残留花香，说明凶犯只能是他。你每天起床不收拾，琴都落灰了，想养花又懒得浇水，你说我该不该杀你啊？娘，我知道错了。阿翁，你蒙着眼睛也能踏呀？当然可以呀。尸体的细节，身上的气味，都是破案的关键。说的太好了，秦伯，让我听了以后有如醍醐灌顶。
顿时茅塞顿开，是不是啊？行了，别吹了，粥都好了，过来帮忙吧。有什么好吃的？哇，真的好香啊！哎，秦夫人，你里面还放了莲子啊？是啊，莲子可以养心安神、益肾固精，口感软糯，还能使赤豆的香甜更加浓郁。秦夫人，我一会儿吃完了，我要带回家一点，给我们家小苏郎也尝尝，好不好？哎，他几岁了？来吧。他比小念小1岁。哦，对了，你们2个最近出门的时候，一定要跟着你们娘啊。这拐卖小孩的犯人最近比较猖狂，你们要注意点，听见没有？对，我跟你们说啊，那失踪小孩跟你们2个差不多大，他们就是因为贪玩调皮，从山上自己下来，遇见一个驾马车的，就是坏人，把他们一下都抓走。二叔一直都在说谎，我才不信呢。就是，我说谎？哼，给你们看看，地图我都带来了，这就是证据，看见了吗？就在这失踪的。你怎么把这个也带出来了？我们家那个苏朗，比他俩还要调皮，我必须给他看到真凭实据，才能教育到他。坏人要拐走你们俩，怕不怕？我才不怕呢！不怕？你们知道你们要丢了，你们爹娘得多伤心呢啊！曹少爷，最近是否有去过哪里？能一日往返的周围，只有牛头山。一个人，为何要去牛头山呢？我有事，先出去一趟。你不刚回来吗？早点回来。秦捕头，今天说好放假的，我都跟家里人打好招呼要陪他们的，那我就不陪你了。爹，那秦捕头，你早点回来啊！哎，嫂子，我们吃。哼，一定要小心啊！苏老，那地图是如何标记的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标记，就是这个小孩啊，他是从牛头山的西侧下来的。牛头山西侧？那不就是找到琉璃宝珠和尸骨的地方？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孩子下山的时候，曾经看到过命案的发生，可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口，就曹文告诉过我，曹石死后，秦捕头见过曹夫人。秦捕头一直觉得曹石的死有疑点，曹夫人便告诉他，当年曹石确实单独去过牛头山。后来，秦捕头再去看那些地图标记的时候，就联想到了，当年那孩子可能看到了一场凶案。毫无证据的秦捕头，为了验证推测，独自来到了牛头山西侧。他发现有一处翻新的土，从此处开始挖掘，最终发现了夜宵和琉璃宝珠。得知真相的他，随即遭人偷袭，他的尸骨便与宝珠埋在了一起。秦捕头原来是这么遇害的，爹，我记得小时候你还拿地图教育我，叫我不要乱跑。那天是立春。可之前秦家大火之后，烧焦的是秦捕头的尸体。不是，是凶犯的。你是如何知道的这么清楚的？因为我是秦帅的儿子，秦念。这大过节的，还出这种命案，秦捕头呢？不知道啊，估摸着一会儿就来了吧。身中数十刀，
刀刀刺中要害。死者身为药房娘子，嫌犯为何要下如此毒手啊？他是你什么人呐？我娘。你看到嫌犯了吗？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饿了吧？先吃点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决明，娘是药商，以决明子取名，寓意明目。哦，取这个名字是让你心明眼亮，洞察事理。哎，你几岁了？7岁。你与我一样，你几月的？5月。我11月。孩子，你以后啊就把这当家。婉儿呢10岁，当你的姐姐；念念7岁，就是你的弟弟，好吗？娘常出远门，她总是让我不许出家门。我想她的时候，便看这张画像，如今再也见不到。没事儿，以后啊，这就是你的家。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就跟我们说。我们把你娘的画好好沾一沾，想她就看她啊。你把画纸给我。娘，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哦，好。哎，慢点啊。啊。不好了，也只能这样了。那个3文钱。谢谢您。嘿。就这样。那天我不好画，一路小跑。可是当我回家后，我见到了我这辈子都不会磨灭的画面。唐上官，秦家一共5口，2个孩子2个大人都齐了。这把火一烧，无人敢再查。加上你，数量就对了。所有人都不知道，当年死的孩子不是秦念。之后，我用决明的身份活了下来。乱世中唯我能掌控，一瞬间都化成乌有，有千万种结果都成空。往后我用
温